季也很长嘛，然后就是说的话，就是最喜欢的一个舞台的话，因为每个人他的就是喜欢的风格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赛季的话，我最喜欢的是夜莺。因为确实我们的那段时间行程又很密集，然后能够完成这个，特别感谢你在旁边的支持。说这些，就是即便就是没有拍档啊或怎么样，依旧是我心中在这儿最感谢的人。好的。而且过去、现在、未来一直都会是我们。其实这一次我们就是时间很紧凑，因为在我们刚准备要就是演这两首歌曲的时候就生病了他，然后呢，我们也只有一两天的时间排练嘛，是的，然后每次都提前操作，广发各种兵。但是就是也希望啊，我没事儿啊，我有点哭了。没有，我以为真情到这种地步了。没有，确实就是广发这个心里流泪哈。对，然后就是希望不管是磕哪一队，然后就希望在这个季度当中啊，往后也磕得开心好吗？希望大家都快快乐乐磕糖。然后你喜欢哪个舞台呢？就是最喜欢哪个？我每个都喜欢。其实要说有一首歌，我可以说恐惧。听到请回答。为什么？因为基本上这首歌2/3都是他的临场发挥，然后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是那个白昼街灯专门留了一段给陈老师一个就是临场发挥的机会。是，谢谢郑老师，郑老师真的太贴心了。然后排练有什么趣事的话，排练因为我们两个都是 ENTP，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都比较有自己的主见，有的时候排练的时候我们就会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可能就会有一点起争执，但是还是感谢最后结果是好的嘛。然后，哎，就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小故事说？大家想听细节？就是你们刚刚在后台说的，被我就是这个顺风耳听到了。我知道，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其实都偏有主见一点嘛，但是呢，我一般在发表我的言论的时候，我都是会低下头去讲，因为我不敢看到他的眼睛。没有，基本看到他眼睛，他那种水汪汪的，然后怎么还有词？为什么？对，经历的。当然只有我才能看到啊。是。那我们诗情画意呢？才会说出这句话的。肯定是有什么感想吧？水瓶座嘛，半夜睡不着的时候老是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就是我觉得带着现在的记忆，如果穿越到那个时候，应该我们俩认识是有一个5期生的前辈说有一个前辈喜欢我，然后我就很好奇是谁。反正从那一刻开始，如果说带着现在记忆，我看到那个时候的你，我一定会跟你说，直到你出道到毕业，身边都会一直是我哦。那我补充一下，毕业之后以后也会住在一起。哎，但是他出道的时候你还没出道，你怎么他出道开始就是你呢？你要在台下陪伴他。这不影响。因为我就是可能就好像刚刚就有听，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是看到一个人的脸就开始对他感兴趣的话，这种现象叫做生理喜欢，是永久性的，所以我觉得不管到什么时候 ，OK， 是，而且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两个吵架的时候，为什么我每次都会先道歉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看到你生气的样子也觉得很可爱，也很喜欢。姐就是如此迷人。开玩笑啊，因为我觉得还是要互相包容，才能够走得更长远。那我呢？你很可爱啊，要不然为什么6期刚出道的时候我还偷偷看你排练？
前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但确实就是当时6期，因为当时广巴是没有排练厅的嘛，然后后面我们都是在一个那种什么讲堂，然后排练的课，然后当时也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然后条件特别的苛刻，然后后面当时6期他们在排《我的太阳》，然后我就躲在那个门缝那里在那看。其实你都看，我根本都看不到你。是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们在那里被罚跑操，在那个讲堂上面跑步，然后呢，他是那种就是监督员一样，就是在监督N岁在那跑步，然后到我来的时候就。这对于一个16、17岁的人来说，是，然后就是，如果要对那个时候你说什么话，就会说没想到吧，以后要跟我住那么久。然后就是一直都好好的吧。帮你就保护他。邪恶 ，biu biu， 他还哭了，那时候讲。我觉得很惨啊，我觉得怎么会遇到就是。没办法，漂亮。OK， 好的，虽然喜爱，接下来一起欣赏精彩的曲目吧。